亲爱的朋友们，大马人可以活多久？今天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它也不是一个玄学或者是哲学艺术的问题，绝对不是标题党。我呢，今天就用数据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最后呢，我会得出6个结论和1个疑问。不单大马人可以听，外国人可以听，小朋友也可以用来学习。我们这就开始吧。先说一下这个所有的数据有非常准确的来源，就来源于 DOSM， 它的全称是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它有从1957年就开始统计的大马寿命预期的数据，我呢注册之后把它全部拿了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来源。那第2个来源呢，就是我把它数据扒下来之后，你知道的，我自己拿来算了一算。首先呢，我真的非常感谢 DOSM， 他们那种贴心关心你的程度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登进去看说，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做好的数据报表叫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那太好了，我要拿来研究一下。谁知道登进去的第一件事情，他先让我做一个游戏 Let's play a game。 他说你是什么族裔，今年多大了结果呢，他就算了一个剩余寿命给我。你说这游戏做的人真是心惊胆战DOSM 算你狠，你的脑回路很清奇。那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已经展示的数据是什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结论，我呢想首先告诉大家，根据 DOSM 2023年的统计呢，大马各个族裔所有性别加在一起，平均的预期寿命是 74.8 岁。那如果你细看的话呢，会发现男性是 72.5 岁，女性有 77.4 岁。对，女性高于平均，而男性呢低于平均，他们中间的差距有 4.9 岁。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事实，你也看到了，这里它显示出一条从1991年有准确的统计以来，好像是一条平缓的曲线，对不对？但你看它的纵轴，它是从50岁开始的，一直到70多岁。在这条缓慢的曲线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你还没有想过没有想透的小秘密呢？各个族裔他们差距有多大？不同性别是什么样的差距？各个州属都一样吗？这个中间在这条平缓曲线当中的秘密，就让我一点一点帮你剥开。你看完，我还有一个疑问给你的，那我们一起去探索这里边的秘密吧。首先我们知道了 74.8 岁以后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在全球这个预期寿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大马排在哪儿，它所相邻的那些邻居分别是什么样的。我们呢首先看到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它和大马统计局呢数据有一点小小的差距，但是呢差距不大。我们会看到大马是排在了67位，这里的平均寿命是 74.88， 中国呢在47位，而邻国新加坡呢是排全球第一全部性别所有人的平均寿命有 86.61 岁，高居全球首位。但是呢，新加坡的男女寿命之间的差距有 5.52 岁，和中国和新加坡比呢，大马男女之间的差距还不是很大。好，我们把眼光看回 DOSM 统计局提供的细分数据，来看回大马的情况。它呢把数据按照补米含马来以及不含马来、华裔、印度裔和非大马公民排到了一起。所要注意的是呢，你会看到非大马公民的数据有很大的波动，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是几岁来的大马，他的生活习惯是否和大马一样。我个人认为呢，把这个数据放进来没有太大意义，我之后自己的分析就会去除掉这一组数据。在看似差不多的平缓曲线之中，如果你瞪大的眼睛看，你也会发现好像差不多大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啊是得到了改善，所以呢，他们的预期寿命啊在缓慢的向上发展。但你再瞪大眼睛来看一看，是不是还会有些发现？它这些数据当中，你看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 fluctuation。它们发生的时间点好像也是差不多啊，在1997年附近和2019-2020附近，对不对？为了更加形象的理解，你呢可以看到啊，右边这张表格，它呢更加详细的每隔3年罗列出了按照性别和各个族裔所排布的几个组别啊，随着年数的变化，预期寿命的变化，颜色越深呢，就是预期寿命啊越长。初步的大家会发现，华人的女性她在2023年的平均寿命已经可以达到81.7岁啊，是各个时间段内各个族裔和性别组别中的最高。而印度人的男性啊，即便在2023年也只有67.6岁，这个中间的差异坦白讲是巨大的。看完了这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各个州属的汇总之中啊，它是把所有的性别、所有的族裔不去考虑，单单只考虑州属的情况。来，我们看看哪些是好学生，哪些是还有待进步。这个班上的前5名呢，分别是雪兰莪78.1岁，吉隆坡76.5岁，纳闽76.1岁，布城75.3岁和沙拉越74.9岁。那排在最后面的话呢，分别是吉打、彭亨、吉兰丹、波利市和登嘉楼。你可能会在想，是否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家庭收入这些也有关系呢？先不要急，我们拿这些官方的数据先建立一个初步的印象，大马人你们可以活多久的初步印象啊，我会接着带着大家往后分析，别走啊，别走。那我们把它再分的细一点，如果不同的性别放在各个州属当中，排名情况会否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看下去啊，这是各个州属的分性别的情况。我看到第一栏呢是所有的性别排1到5，以及呢最末5名13到17啊。注意啊，它这里的数据呢把马来西亚国家啊作为一个平均数也会放进来。第2列是女性的情况，第3列是男性的情况，最后差距是什么样的？咱们重点啊来看一下各个州属男女性别之间的差距吧。差距最大的第1名是霹雳，高达6.3岁啊。森美兰5.9岁。那再看看差距最小的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排名最小的我们得要看到第17名，最后一个是纳闽，只有2岁啊。可以说在总体差异要4点几岁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差距。登嘉楼有4.1岁。那我们啊当然是希望预期寿命越高越好，差距啊越小越好。我呢把这些数据块打上颜色，你看这里的绿色啊就代表预期寿命比较高的那些数据块啊，这包含了所有性别，女性和男性。而红色呢当然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得给它打上红色。相应的呢，预期寿命比较短的所有性别，女性、男性，我也给它打上红色。那他们的差距比较小的就应该给它打上绿色。我不知道你看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门道呢？我就来回答刚才说和经济发展有没有关系。你看这些红框噔噔噔噔都在出现，它是什么？它是沙巴、沙拉越以及纳闽，他们啊都在绿框里面出现了。所有性别当中，纳闽和沙拉越他们的预期寿命最高，女性呢萨拉瓦也排到了前几。而在男性预期寿命高的当中，纳闽和沙拉越又来了。在差距最小的这些州属当中，沙巴我还漏了一个
纳敏他们都会被排上来，他们成了班上好学生，而且只在好的地方出现，没有一门课是差的。这是为什么？你先画上一个问号。最后我也想抛出这个问题。我呢说过这个小小的这个 glitch， 它的这个波动好像很小，但是注意，它是从50岁开始往上排的。这根曲线如果从60几岁来排会是什么样？那会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它其实就分析了，对，你说对了，这个阶段是疫情造成的影响。2019到2021年，它对马来西亚的平均寿命共造成了负0.88岁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疫情，他们的平均寿命往后退了。如果粗略的看这根曲线下降的话，它大概粗粗的就会降到2016、2017年时候的预期寿命的水平，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所以你说疫情对大家生活、对大家的健康状况影响大不大？好呀，看完了官方的数据，就来看看我威廉大马生活家给大家的生活进行的分析。我呢把统计局上的数据给扒了下来，分别呢还是按照族裔和性别。我们会看到这里有3组，他们呢都是一样的排布方式。它的行呢是华人、马来人、其他土著和印度4个族裔他们的数据。而它的列呢是女性和男性，我分别比较了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在不同的年份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从有统计以来的1991年到去年的2023年，我会看到以这个为例华人的女性和男性他们的平均寿命差了 5.14 岁，而印度人呢差了 7.84 岁。在各个时间段中最大值的差异差不多也是5点几岁和7点几岁最小值的差距也是这么多。所以咱们就看第一个表单好了。这时候我已经把非公民给拿走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的8组也就是华人、马来人、其他土著和印度人女性、男性的数据。那么我大概已经可以得出我的第一个结论了，那就是所有的女性都高于所有的男性。女性同胞们恭喜你们！男性同胞们，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你看，华人女性高于男性，马来人也是这样，哪怕是印度也是这样，并且在女性当中平均最低的74.7岁的印度女性的预期寿命还要高于最高的华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女性，你的预期寿命从统计上来说，从概率上来说，就是会高于所有的男性。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就是华人的平均寿命都要高于其他土著，高于马来人，再高于印度人，不论性别。再来我们接着看各族裔性别之间的差异。我还是把刚才的8组我们来复习一下，华人、马来人、其他土著和印度人，男性、女性8组数据，用我的方法重新绘制了一张表来给你看。现在是不是差距挺大的？对秘密就在于它的纵轴，我从62到82这20年进行了数据的排布，因此呢它这个斜率就会加大，看上去它们的差异就是比较明显的。这时候我又要带给你新的结论了，那就是各族裔的曲线特征是很明显的。什么叫曲线特征呢？你看这边浅黄和深黄，我标明的是华人女性、华人男性，而这条浅粉和深红的呢，是其他土著的女性和其他土著的男性，他们2条曲线。绿色呢是马来的女性和男性，蓝色就是印度人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曲线了。你来看华人的黄色这条线和这条线，它们的特征是否长得挺像的，对吗？粉红的和这一条，它们的特征是否是挺像的？这是土著的。一样的绿色、蓝色，它们的曲线特征都是
明显的。有了大家的曲线呢，我就可以让表单做出一条浅浅的叫趋势线。你会看到这些曲线下面更颜色淡的那个叫趋势线，它是用线性的方法把数据拟合起来做了一条趋势线。有了趋势线，我们就会有这条曲线的参数，因此我也可以推算未来2030年、2040年大家的预期寿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这不是重点，我呢重点看了 R 方值。R square 这个 R 方值呢，它其实是考察了这些数据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曲线。什么意思？就是这些数据非常紧密的围绕这条计算出来的直线波动呢，说明它的符合程度很高，它的可信度也就很高，或者说这条趋势线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力很强。而同样是这条趋势线，但是数据呢上上下下偏离程度很大，那这个线的解释力就很差。我们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华人的女性这条直线的符合程度高达 0.948， 一是最高那男性也有 0.7 几，但是呢土著来讲只有 0.65 几和 0.38， 那这条趋势线对他们的解释力就比较差，他们呢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波动就比较差。因此得出的第5个结论就是华人呢是最符合规律的寿命的变化，而土著呢它最不符合这个规律。看完了这些，我还要带你看最后一张表，它也是我来帮你分析的。我想要知道这个每个族裔、每个性别的8条曲线之间，它们互相会不会有关系？华人男性和华人女性是最相关的吗？印度女性和马来男性会不会有比较相似的关系呢？好，我呢又做了一张表，你看右边还是熟悉的这些预期寿命，随着1991年到2023年年份变化，他们预期寿命变化的曲线。哎呀，不得不插一句，你看男性还是苦所有的男性都集中在下面4条曲线，而且差距巨大。所有的女性呢都在上面，除了华人女性那叫遥遥领先，其他呢在这个区间内竞争激烈那我们把它给拉回来，我用了一个相关性的函数就是来研究自己这个组别和其他组别它们数据之间的符合程度。具体的统计学原理呢，您可能不需要关心。我们来看这张表，它的行和列都是这8个组别，它的看法呢可以横着看也可以竖着看，那咱们呢就竖着看吧。以这张表为例，华人女性和华人女性它的相关性是1，那也就是最强的，而越接近0呢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越接近1那就是越是强所以华人女性和华人女性当然是最相关的。颜色呢是越是深绿越代表相关性强，白色呢是一般，越是偏红色就是它们的相关性就是比较差。通过这张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华人女性你看绿的还蛮多的，印度女性和谁相关性都蛮强的，对不对？土著和马来男性和其他组别的关系就会差一点，而华人女性除了和自己完全相关，它和马来女性的相关度很高，和华人男性相关度也挺高的。它最不相关的是其他土著的男性，马来女性呢，它最相关的居然是华人女性相关系数高达 0.957照着这个我们再可以抽样来看，你看印度女性她的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华人男性，想到了吗？没有的话赶紧小爱心点起来最不相关的呢是马来男性。所以看完了这8组数据，我把相关性求平均值和它的标准差，我就会知道谁和其他人所有的相关性最低，并且呢标准差是指它和别人的这些相关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变化程度很大。好玩的事情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6个结论。如果你看马来男性和其他土著男性这2类男性他们和其他组别的相关性蛮低的，明显的低，而且
波动很大，就有时候比较相关，有时候又特别不相关。看数据也能看到，平均相关性只有分别是 0.68 和 0.76，而它们的方差呢也是 0.17 和 0.19， 要比其他要大得多，波动大得多，相关性差得多。为什么呀？我想不通，你来说。如果你还好奇啊，到底每一个族裔和其他族裔最相关、次相关、最不相关和次不相关分别是什么？那您啊就看这边的这张小小的表就好了。我呢都已经帮你梳理好了。OK， 看到这里啊，你就是真爱粉了。不转发，我想你都会不好意思。我们从官方 DOSM 大马统计局的数据呢，可以得到这些结论啊。大马人啊，平均预期寿命是 74.8 岁，各族裔不同性别差距还是很大的。大马现在预期寿命在世界排名67名，疫情对大马的影响是负 0.88 岁。那我 William 呢得出了6个结论啊，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所有的女性都高于所有的男性，各族裔之间呢是华人大于其他土著，大于马来人，再来大于印度人。性别的差距上面呢，土著之间的性别差距啊最小，印度人的性别差距最大。各个族裔的平均预期寿命随着年份变化曲线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啊，不分男女。华人的发展呢，现在最符合规律，土著呢最不符合规律。不过呢，考虑有第一个小波动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第二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呢是在 COVID-19 的疫情之间，是否有一个推测是华人对疫情和金融风暴的抵抗力比较强，而土著呢比较弱，所以造成了波动，我不得而知啊。最后呢，土著的男性和马来的男性和其他组别的相关性比较弱，而且呢波动比较大。好啊，说好的，我还要提出一个疑问呢。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东马的沙巴、沙拉越和纳敏他们生活的这么快乐，预期寿命比较高呢？